为了对付中国，拜登选择的美国最高军事将领，他的创新策略靠谱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延绍。虽然美国不少政客都喜欢对中国发表强硬言论，但是美国职业军人的代表、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将军一直比较理性，甚至一再强调要避免与中国打仗。不过，米利将军因为年龄问题还是要退役了，而拜登力推的接班人是一位黑人将军布朗，这也意味着布朗将在未来数年主导美军与中国的军事竞争。我们还真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位美军现任空军参谋长过去的所作所为。布朗在拜登的政治正确下，成为了继鲍威尔之后第二位担任参联会主席的黑人。他原来是 F-16战斗机的教官和战斗机飞行员，当过太平洋空军司令、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拜登在提名布朗时的评价是，布朗将军是一位骄傲勇猛的美国飞行员，值得信赖的伙伴和一流的战略家。其主要目标是保持美军的优势，为胜利而战，将成为美国的巨大财富。他有能力在未来几年应对挑战。布朗之所以被拜登看中，还不能说仅仅是因为他是黑人，更重要的是其本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创新精神。作为太平洋空军司令，布朗提出了敏捷作战运用的概念，然后呢，作为司令将这一概念扩展到整个美国空军。他提出了加速变革或失败的学说，是美国空军转向高端飞机和技术的重要思想来源。美国内部的评价是，这些措施是跟上中国步伐所必须的。我们不能说布朗提出的改革一定能够帮助美军应对中国军力的崛起，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没有这些改革，美国空军在解放军面前只会更加脆弱。布朗在过去几年两眼放光，就是盯死了中国军队，而且他推动的军事改革瞄准的就是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当然，接下来他还必须面对美国军费不足以及如何增加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呢，布朗如果身为美国参联会主席，继续推动美军的改革，将会对中美军事竞争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只能说绝对不是好消息，但是它也不见得能改变退势。首先，美国空军目前正在讨论在中国军队轰炸下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要发展出敏捷部署能力。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军的困境。这种战略的确能够提升美国空军的生存能力，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而且它根本无法改变岛链基地的脆弱性。对于中国来说，无非就是多为美军准备点中程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罢了。另外，美国海军也在发展分布式杀伤链，美国陆军呢，则要转变为能够随行多域战的现代化陆军，也就是要打造几支多域特遣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目标是要打造平海战斗团等等。这些改革无一不是针对中国，也就是针对大国战争而来的。但是这些改革放在印太地区，仍然面临水土不服，或者说无法克服地理短板的问题。比如兵力分散之后，后勤补给就更困难了，特遣部队需要部署的基地也不那么好找。你可以理解为，美军的改革或许可以解决部分老问题，但又会产生一些新问题，最后还是一大堆问题。其次，美国军费不大够用的问题也很难得到改善。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的持续，美军又是全球军事部署，军费从字面上看是增长的，但实际上是负增长。再加上美军老旧装备的规模非常大，包袱很重，其改革时要想转为高端作战能力，可能还真拿不出那么多钱。因为你淘汰老旧装备，还面临着国会的阻力，还要受到美国造船工业和航空工业衰落的冲击。
更逃不过美国军工产业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影响。最后，两党的内斗可能会进一步影响美军的改革，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从美军连 A-10攻击机这种老飞机都无法淘汰就能看出来，美军虽然走了一位理性的最高军事将领，换上来一位盯着中国的改革派，对中国来说，未来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加激烈的军事竞争。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继续塑造军事竞争优势，让拜登喜爱的这位黑人将军的所谓改革难以奏效。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